人动手，尸体藏核战 ，AI 换头灭口。那个敢算于朦胧案的神秘占卜师被天机逼到绝路了，顶着眼球流血的反噬风险，在账号注销前甩出25个卦象的完整实录，骰子落点和网传的17人派对、尸体失踪等细节精准的汗毛倒数。更恐怖的是，他全程抖着发完长文，最后一句"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战就被收走了"，直接把人看哭。这哪是娱乐爆料，分明是拿命换真相的死亡绝笔。第一卦，资本杀招曝光，三重毒计要毁他尸骨无存。占卜师的直播回放里，骰子在桌面弹了3下，全是3点，单数式的结果砸的弹幕瞬间死寂。他扒着桌子喘粗气，这不是卦象，是资本写好的死刑判决书。贪污假人设，1.2亿窟窿扣他头上，公祭日放黑料，他们早把假账做活了。占卜师甩出自称影视公司前财务的匿名爆料截图，红圈标出关键漏洞：某文化公司2023年1.2亿偷税记录，付款方被 PS 成于朦胧工作室的对公账户，连公章都是仿的，边缘毛边比我家拖把还糙。更阴毒的是，爆料人称资本特意囤了于朦胧早年住出租屋的旧照，准备和豪宅收贿 P 图一起放，先造草根逆袭的神，再摔成贪腐蛀虫。这招能让网友骂他到坟头长草。占卜师翻出聊天记录，5个顶流八卦号的运营群里，有人发12月13日上午9点准时炸复言公祭日发这个，爱国粉先冲烂他祠堂。底下一排收到跟着红包截图，单个转账高达8万，这哪是爆料，分明是踩着国仇家恨的杀人诛心。2AI 换头黄谣，80万买黑产造未成年床照月圆之夜炸热搜，比杀人更狠的是毁名。占卜师的手机屏幕亮着暗网聊天记录，某 AI 黑产团队报价80万，动作片换头加10张未成年合成照，人脸精度99%，查不出破绽。截图里还有半成品预览，于朦胧的脸被嫁接到陌生男性身上，背景故意用他常去的酒店套房，连窗帘花纹都扒着他微博拍的，这是要让他死后永无翻身之日。更惊悚的是营销号的作战表，10个主号负责发视频，500个水军号带井号于朦胧私生活混乱井号话题，每小时砸20万买热搜。暗号月圆之夜直指农历15，那天流量最高，还能借阴气重的说法泼脏水，资本连玄学都算进去了。占卜师气得拍桌子，镜头里他的指节全是红痕，这不是爆料，是给死人定耻辱柱。3-7人猎杀团，资本太后加黑产大佬，3个月模拟13次抛尸路线，摇3次骰子，4+2+1等于7。占卜师盯着总和突然沉默，半天才说，这7个人能掀了半个娱乐圈的底。圈内人扒出的猎杀名单里，头号黑手是人称陈太后的某影视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早年靠洗钱发家，手上攥着3个顶流的死亡合同。于朦胧就是因为拒签10年卖身契被盯上。铁三角另外2人更吓人，顶流经纪人李某赌债欠了2300万被抓住把柄，黑产大佬刀哥有3次故意伤害前科，专帮资本处理麻烦人物。剩下4个执行打手分工明确，2个负责下药，1个管运尸，还有1个是警方内部的内鬼，专门通风报信。占卜师晒出的清理计划群聊截图，打码处理里满屏都是抛尸路线模拟记录，从派对别墅到海鲜码头，避开17个监控，最快8分钟能到雨天运尸最好，雨水能冲掉痕迹。3个月里模拟13次，连哪段路有减速带都标得清清楚楚，比拍电影还缜密。第二卦，17人派对是鸿门宴，11人动手，经纪人亲手下毒，那不是生日派对，是杀人现场的观众席。占卜师掷出3次单数，每次骰子落地都带着重响。17个人里，6个是被架着的人质，11个是刽子手。6个被迫的人证，女爱豆家人被扣缅甸，签电诈抵押协议，最惨的是那几个小艺人。占卜师翻出某刚出道女爱豆的私信截图，文字全是颤抖的符号，他们说我不签字，我妈就被送去缅甸割腰子，协议上写着泄密者家属自愿参与电诈。私信附件是协议照片，甲方落款模糊，但盖着缅甸某电诈园区的公章，这哪是协议，是用家人命换的沉默符。这6个人里还有2个新人演员，占卜师说卦象显示
他们被收走了所有证件，手机被监控，有个男生想偷偷录视频，刚按快门就被搜出来，当场被扇了20个耳光，威胁说要让他永远演不了戏。派对结束后，这6人被分开看管，有人想联系记者，结果家门缝里塞进来带血的指甲，是他老家奶奶的。资本这是把刀架在亲人脖子上，逼他闭嘴。2经纪人是头号刽子手，暗网买毒，袖扣藏针，拍视频想黑吃黑，3次掷出3点。占卜师盯着经纪人是凶手之一吗？的问题，声音发颤。张某这狗东西拿了于朦胧的钱，反手递了毒药。张某跟着于朦胧5年，表面是亲哥，实则早被资本用500万和赌债记录收买。案发前1周，他在暗网某实验室下单东粮当碱混合剂，付款记录显示转账18万，备注饲料。药物藏在定制袖扣里，派对上趁到红酒时，用0.3毫米的微型针管注入杯底，那针管比头发丝还细，于朦胧喝的时候根本没察觉。更恶心的是，张某偷偷录了下毒过程，想以此要挟资本要封口费，结果被刀哥查到他藏在父母家的加密 U 盘，反而被拿捏得更死。资本直接发了他女儿的幼儿园照片，说敢泄密就让孩子失踪，他当场就跪了。第3卦，尸体去哪了？不在警方手里，藏河站冷却池。警方根本没摸到尸体的边。头子掷出4次双数步，占卜师突然压低声音，像怕被什么东西听见，这不是失踪，是资本的尸体走私链。1-2小时急速转移，物业服伪装，冷藏箱藏尸，司机是刑事人员。案发后1点17分，监控拍到3个穿物业工作服的黑衣人扛着医用冷链箱出单元门，箱子上印着某医院的 logo， 实际是资本从黑市买的专业藏尸箱，能保持20摄氏度低温。运尸车是套牌的金杯面包车牌号京 A8 XXX 挂司机是刚刑满释放的王某，因故意伤人坐了8年牢，资本给了他30万，说只要把箱子送到码头，这辈子不用愁。王某后来在老家被网友堵住，哭着说箱子重得像装了人，我不敢打开，他们说打开就没命。送到码头后，有个戴墨镜的人接走了，给了我1张单程机票，让我逃到越南，但他没赶走，躲在乡下，夜里总梦见穿白衣服的人敲窗户。2海鲜船运公海，鲁鱼 XXX 号藏尸底舱，3个黑市医生等着取器官，占卜师用奇门遁甲排盘，指着坎卦说尸体走的水路还绕了公海。这艘鲁鱼 XXX 号表面是运扇贝的渔船，实则是资本的移动藏尸间。船长李某是刀哥的发小，船上的冷藏舱被改成了临时手术室，3个戴口罩的医生拎着手术箱上船。网友扒出这3人是海外黑市的器官贩子，其中1个还在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名单上。他们根本不是要藏尸，是要在公海取器官。占卜师甩出船运轨迹图，渔船在公海绕了3圈才靠岸。于朦胧的肾和眼角膜早被卖到中东了，1颗能卖200万，资本连死人都要榨最后一笔。更狠的是，取完器官后，尸体被重新冷冻，准备运到河站销毁证据，这哪是藏尸，是把人命当商品的屠宰流水线。3河站冷却池当尸体监狱，激光电网围堵，雇佣兵24小时看守，6次双数是直指某沿海核电站。占卜师晒出网友8的设备检修公告，红圈标出3号机组冷却池维护，暂停参观，时间正好是尸体运到公海后的第3天。内部人士爆料，冷却池深17米，底部有个废弃的检修通道，尸体就藏在里面，水里全是辐射，能毁掉 DNA， 就算有人查到也取不出证据。为了守住这个秘密，资本在冷却池周围装了脉冲激光电网，只要有人靠近就会触发高压电击，还雇了8个雇佣兵，全是有海外作战经验的退伍军人，配备夜视仪和电击枪。附近便利店的老板说，最近总有人买大量的防冻液和手电筒，都是穿黑衣服的，看着就吓人，这哪是核电站，是资本的尸体坟场。第4卦，警方不立案的真相。高层被下蛊，尸体留着养小鬼，连问3次立案都是不，这水深得能淹死人。占卜师把头子拍在桌上，红着眼说，不是警方不作为，是有人拿枪顶着他们的头。1部级高官被下血蛊，凌晨3点流鼻血，儿子收到带血玩偶，关键人物是管文娱的张副部长。占卜师说，
卦象显示卜卦代表被人下了套。今年8月，张副部长去云南考察，被陈太后安排见了阿赞鹏。这个东南亚巫师擅长血蛊，用高官的头发、指甲混合尸油制成蛊虫，偷偷放进他的茶杯里。从那以后，张副部长每天凌晨3点准时流鼻血，还总说看见穿白衣服的人站在床边。更狠的是，资本给他12岁的儿子寄了个带血的玩偶，附纸条在查于朦胧的事，就让他和玩偶一样。学校监控拍到，有陌生男人在校门口盯梢，高官怕儿子出事，只能压着案子，每次开会提到于朦胧，就说证据不足，先放一放，这哪是阻碍调查，是拿家人性命当筹码的威胁。二尸体不火化，东南亚巫师直降头虫，想用鬼魂索命。这一次单数是占卜师的声音突然发飘，他们留着尸体根本不是为了证据，是要养小鬼。陈太后花500万请阿赞鹏来内地，准备在尸体心脏位置植入降头虫。这种蛊虫靠湿气存活，能操控死者的鬼魂去报复敌人。占卜师晒出巫师朋友圈的截图，配文新傀儡已到，7日可成。配图是一根插着黑毛的蜡烛，蜡油红的像血。圈内人说，资本怕之前被于朦胧救过的记者爆料，想让他的鬼魂去封口，这招比杀人还阴毒。更吓人的是，家属想火化尸体，被资本拦着，给了2000万封口费，说等风头过了再火化，其实是怕蛊虫没死透。3拖时间怕打草惊蛇，200亿洗钱黑幕，牵出11个凶手的罪证。他们不是怕查于朦胧，是怕查出血案背后的200亿。3次单数是戳破真相。于朦胧死前正在收集资本通过合拍剧洗钱的证据，把黑钱打进影视项目，再通过特效费群演工资转到离岸账户，1年能洗走50亿。11个动手的人手里都有账本。占卜师说，这些人要么是洗钱的经办人，要么是分赃的受益者。资本怕立案后他们反水，把自己供出来，所以故意拖时间，一边销毁证据，一边威胁凶手敢说话就灭门。有个凶手偷偷把账本复印件藏在祖坟里，结果被资本发现，祖坟连夜被挖平。这哪是拖时间，是在给真相判死刑。第5卦，结局定了。年底立案，凶手遭天打雷劈，虽然窒息，但卦象藏着希望。占卜师的眼睛突然亮了，掷出的骰子停在1点，正义可能迟到，但老天爷不会放过他们。冬至反转，匿名者攻服务器，56种语言炸暗网，一次单数是锁定12月21日冬至，那天是阴阳交汇的日子，也是真相见光的日子。黑客组织匿名者已经放话，要攻破陈太后公司的服务器，把200亿洗钱的合同、凶手的供词录音全转到暗网。占卜师晒出匿名者的预告海报，背景是于朦胧的照片，配文12.210点，全球同步直播真相。更狠的是，这些证据会被翻译成56种语言，发到100个国家的新闻网站。资本能堵国内的嘴，堵不住全世界的眼。有技术大神透露，现在暗网已经建了真相存档库，就算被删，还有10万个网友备份了数据，这是要让黑幕在全球面前裸奔。2法律天罚双管齐下，凶手曝光，雷劈资本大佬，3次单数是太解气。占卜师说，卦象显示天雷无望，代表天谴将至。首先，11个凶手的名字会被匿名者曝光，连带他们的家庭住址、银行流水全扒光。有个打手藏在老家，以为没人知道，其实网友早把他的车牌、手机号扒出来了，就等立案那天送他进去。其次，法律不会放过他们。匿名者拿到的录音里有陈太后承认买凶杀人的话，这是铁证。最解气的是天罚，卦象显示明年3月15日，陈太后在公司开会时会被雷劈中，她的办公室在28楼，窗户正对避雷针，那天会有异常雷电，直接劈穿玻璃。还有李某的公关公司大楼会被雷火烧成废墟，这就是天道好轮回，资本再横也斗不过老天爷。3沉冤得雪，3年前男星自杀案翻案，家属哭着等真相，之前死的艺人终于能瞑目了。一次单数是指向3年前自杀的男星周某，他当年和于朦胧同属一家公司，也是因为发现洗钱黑幕坠楼身亡。占卜师说，周某的家属看到于朦胧案的爆料后，联系上了匿名者，交出了当年藏起来的账本，
2个案子的资金流向一模一样，都是陈太后的公司在操盘。周某的妈妈在微博发长文，配着儿子的就照哭着说，等了3年，终于看到希望了，就算拼了命也要讨回公道。现在已有7个类似自杀的艺人家属联合起来，准备集体起诉，这不是一个人的平反，是掀翻资本黑幕的开始。终极惊悚，占卜师遭反噬，眼球流血，猫尸带挂痕，最后一卦是宇宙级警告，最吓人的不是案子，是天机的反噬。占卜师突然把镜头拉近，眼白上全是血丝，眼角还挂着血珠，我这是拿命换你们看真相。反噬找上门，手机自燃，镜子列卦象，宠物猫暴毙，至4次双数是占卜师晒出的照片让人头皮发麻。他的智能手机后翘烧的焦黑，屏幕上还留着警告的残影。家里的穿衣镜突然裂开，裂纹正好形成离卦的形状。最恐怖的是他的宠物黑猫，尸体僵硬的躺在地毯上，胸口有个灼烧的挂痕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早上就死了，是天机在警告我。他还展示了手臂上的红痕，像被什么东西抓过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敲门声，开门没人，地上有烧黑的纸，写着谢天机者死。有网友说看到他的 IP 地址在凌晨2点突然跳到某废弃工厂，怕不是被资本盯上了，这是最后的求救信号。2. 最后一卦藏终极密码，量子硬盘射太空，真相永流宇宙，这是最后一次占卜，再占我就没了。占卜师颤抖着摇出地水师卦，说这代表正义之师即将集结。他花了3天时间，把25个卦象、聊天记录、证据截图全刻进了量子硬盘。这种硬盘能抗辐射、防腐蚀，就算埋在地下100年也不会坏。更绝的是，他通过某民营火箭公司把硬盘搭载到了墨子号卫星的备用舱里，就算地球被资本控制，真相也会在宇宙里飘着，总有一天会被发现。硬盘的密码是于朦胧的生日，他说这是他的案子，该由他的名字来守护。3. 永别预警，账号注销前的最后留言，定位指向废弃工厂，下次再战就被收走了，感恩宇宙给我发声的机会。占卜师说完这句话，镜头突然晃了一下，能听到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。他最后发的动态配了张天空的照片，乌云压得很低，隐约能看到闪电，定位显示在东郊废弃机床厂，这是当地出了名的凶宅，没人敢去。10分钟后，他的账号显示已注销，所有爆料内容被删得一干二净，但网友早把截图传遍了全网，他用自己的消失换我们记住真相，我们不能让他白死。现在暗网的真相存档库访问量破了1000万，海外华人在 BBC 总部举牌，牌子上写着于朦胧案25卦象，求彻查。这不是结束，是千万人接力的开始。现在才懂，于朦胧案从来不是坠楼，是资本精心策划的猎杀游戏。7人操盘，11人动手，6人被迫沉默，从假账抹黑到 AI 毁名，从器官贩卖到核战藏尸，每一步都透着人性的恶。但占卜师用命证明，就算资本能捂住警方的嘴，能删掉网上的帖，也挡不住天机的警告，挡不住千万人的记忆。就像网友说的，当10亿人把真相刻在心里，资本的黑手再大也捂不住太阳。最后提醒大家，看到卦象截图赶紧存，多转发一次，就是给正义多攒一分力量。别让于朦胧的冤魂困在核战的冷水里，别让占卜师的血白流。于朦胧长得很精致的。我醒了。这衣服很帅嘛。这次选择的个人秀的歌曲是节奏感比较强的歌，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能感受到快乐吧。一只什么鸟，让我觉得心在跳。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。这只爱情鸟，它在向我欢叫。
还没有来到，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。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，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，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，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？呼呼呼，让我心在跳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林姐，太乖了，朦胧太可爱了，他俩张一怀都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朦胧的助理女神孙怡。Hello， 其实我跟朦胧是在拍《量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的时候认识的。是的。他平时真的就是那种翩翩公子、白马王子的形象，对吧？对，然后他今天，我觉得他来参加这个节目真的是对他非常大的突破，他已经非常努力了。虽然刚刚那几个动作有那么一丁点生硬，但是我觉得你的努力还是值得称赞的，你超级棒。然后我今天准备了一点点小小的心思给你拉票，真的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女神有什么想法哦？也行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晚了嘛，现在已经特别晚了，然后大家也都在下面喊了很久了，很辛苦了，然后送给大家一点小零食、小水果，好吗？谢谢，真贴心啊！谢谢。这招也太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谁摁了灯？小丁，丁泽仁。我来到节目第一眼看到朦胧哥，就觉得朦胧哥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。之前想着有机会能和哥一起合作一次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我接受弟弟的挑战，弟弟是特别努力、特别上进，而且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弟弟。接下来有请丁泽仁挑战于朦胧。7点完事儿，等会儿吧，再等会儿吧。于朦胧对战丁泽仁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别说，小弟还蛮有腔调的啊。之前大家没有看过我唱歌，我也想去证明自己。我想把留在聚光舞台上的每一次机会，每一个舞台都做好。
跳舞跳了这段很加分哎，感觉你俩是一个组合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泽仁的助力妹妹陈欣薇。可能在这个节目你是年纪最小的，但是我也看到就是你在哥哥们身上学习到的经验，然后也成长了很多。对，所以丁泽仁，你给我冲啊！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于朦胧跟丁泽仁站到同一个舞台上，接受大家的选择，有请。哇，你好像啊，哥。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300位大众评审，首先做出你们的决定。1号于朦胧，2号丁泽仁。投票倒计时开始，10。紧张吗？9，有一点，8，7，6。我觉得一半一半了。4、3、2、1。投票通道关闭。接下来要投票的是我们在第2现场的14位助力女神团。我们把现场交给休息的主持人汪聪。我首先代表邢飞来亮一下她的选择。邢飞的这一票投给的是于朦胧。谢谢小新，谢谢。丁泽仁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于朦胧。谢谢月月，谢谢。于朦胧。谢谢张敏，于朦胧。谢谢甜甜。丁泽仁。谢谢姐。好。小丁。丁泽仁。谢谢姐。特别棒，小丁丁。谢谢姐。朦胧。谢谢梦姐，谢谢。我还是想把这一票投给小丁。谢谢姐，谢谢。青子。不好意思，小丁，最后我还是给了于朦胧。谢谢姐，谢谢。朦胧。谢谢乔姐。谢谢。谢谢轩怡。谢谢姐。加油！现在是70对60，来，嘉玲姐。责任。谢谢嘉玲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场的300位观众的投票分数，总和之后会不会改变这个平局的局面？请揭晓。一直是平，双方都在上升。164依然是没有变化。对，继续平局。好，恭喜于朦胧。节目录制以来收获了友谊，还有就是挑战了自己，去唱跳。谢谢老师们和节目组给我这个机会，打开了自己。我其实才刚出道没多久，是很新的一个新人，然后能在我的21岁短短出道3年的这个时间里遇到20位这么优秀的哥哥，我的所有哥哥们，这只是我们的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们未来道路都一直走下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再次掌声送给丁泽仁，继续加油，加油，继续追光。丁泽仁。恭喜于朦胧获得第6个追光之星席位。有请最后一位哥哥付辛博。我得到最后一场，曾经那个追梦少年又回来了，一腔热血又往直前。哇哦，范儿太正了。
从此变成一个人。有好多事我还需要完成，现在我终于跟着直觉走，有过了爱就不怕冷，也忘了离家第几个黄昏。小说般的镜头像钱滚，我往回看来是路远得很，我用我自己的脚向前走，我要的自由在哪里？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门，一眨眼也很陌生，向前走吧，别怕一个人，风太狠，人像风筝，需要蓝天，还有命运之神。不认识道别的人，能找到新的完整，谢谢你光临我的梦。放我的心狂奔，张开眼，天地很宽，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。对不起，梦很小声，听仔细了，未来没有分身。不回你名字的人，有几个世界在等，就算剩下了我一个，我也快乐地问。明天好吗？就这样吧，我一个人往前走。一个人。哥哥，你今天真的是帅翻我了！不好意思，我作为一个迷妹，跟你们一样，我也是看着哥哥从东方卫视的舞台上走出来，然后我真的那天晚上，我跟我爸在电视机面前出来了。对，你看你下面粉丝的尖叫声那么大，让他们听到。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挑战付辛博的只有最后一位了，对吧？肖顺尧，来有请肖顺尧。付辛博对战肖顺尧。下来。全部给你 ，OK， 我什么都不说，我当作没看见，我就什么都不做，我有一点像杯咖啡，没有我睡，我的 Nike， 我飞得了这么醉，其实我被我这张的头版，这一场的考试，你会让我偷看，天在地变，你也没有改变。我也不会改变，没有需要改变，别担心明天的早餐，别害怕一晚的孤单，别担心一生困难，你不用负担，我帮你买单。爱情别这么一点，不知道你看这一眼有什么。
I was broke a few days ago. Life like a young buck, turning pro. She told me be strong, I know, life goes on. Let the rain wash the pain, all the pain of yesterday. Be careful, just put it away. Cause nobody loses control. She 别担心，明天的早餐，别害怕，今晚的孤单。你是困难，你不用负担，我帮你买单。爱情越久越简单，有什么你不用负担，你只要一看，我就帮你买单。谢谢你们。我觉得这也是故意安排的，也有可能是肖顺尧自己故意安排的。他把我们整季追光吧哥哥最性感的表演留到了最后，是吧？没有，是这样。我在这个舞台上，其实，哎呀，我太幸运了。我唱过 rap， 我也唱了摇滚。我也跳了现代舞，我还参加了那么多团秀。我觉得在最后一个舞台，我希望做一些我可能以后不会涉及的。我想问你们有被瑶瑶给撩到吗？我想替瑶瑶说两句啊，因为她其实，在舞台上的时候看着有一些严肃，但是其实她在生活当中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可爱。然后还会害羞，然后就是呆萌的，就是各种爱，是不是？是我们的宝藏男孩吗？投票，谢谢，投票，投进来。那接下来有请付辛博。来，辛博。1号付辛博，2号肖顺尧。投票通道开启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投票通道关闭，谢谢各位。看看我们14位助力女神团，她们会做出怎样的决定？乔小姐，我投给付辛博。谢谢姐。肖顺尧，肖顺尧，谢谢。顺尧哥哥，甜甜，付辛博，谢谢。Sunny，谢谢。付辛博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付辛博，付辛博，谢谢谢谢。付辛博哥哥。投给他，我觉得完成度很高。谢谢。我给的是付辛博哥哥。谢谢。付辛博。谢谢谢谢。目前我们女生助力团的投票结果，付辛博领先40票。我们还要加上现场的300位观众，看看目前这个投票结果会不会出现改变。请揭晓。大家都投付辛博，付辛博。到目前为止，付辛博保持领先，但是肖顺尧在追赶。付辛博122票保持，肖顺尧一直在追赶120票，会改变吗？恭喜付辛博，192票，恭喜付辛博得到了最后一位席位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的回忆。我20岁了有了一个，现在30岁我也有了一个，
说不定下一个40加的时候。我很开心，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真的很开心，走到这一步，我的好兄弟们都在我身边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谢谢给我这么多舞台，谢谢有一个机会让我突破我自己。接下来的路我一定会脚踏实地，继续往前走。谢谢，加油！恭喜付辛博获得第7个追光之星席位。经过这一晚的对战，7位追光之星的席位已经满员了。我们要在他们中间选出年度追光之星。第一位年度追光之星的候选人，就是我们在第1轮团队对决中胜出并直接晋级的追光之星的哥哥，他就是胡夏。有请胡夏来到舞台。下面我们公布第2位年度追光之星的候选人，在剩下的6位追光之星的哥哥当中，我们将每个人参加节目以来所有观众得票数全部累积，得票数最高的这一位才有机会和胡夏进行对决，争夺年度追光之星的称号。请看大屏幕。谭健次350分，谭健次，刘维170分，傅龙飞311分，陈志鹏125分，于朦胧210分。最后看付辛博了。333分，有请谭健次。到了最终决战的时刻，我们请2位哥哥各自带来本季追光舞台上最终的才艺展示。有请胡夏，来，加油！胡夏对战谭健次。那些年这首歌到今年2021年是正好10年，就用这首歌在追光马哥哥的舞台告诉大家，我已经不是那些年的胡夏了。